我生来便是独身一人，日子久了，从不考虑他人。对你，我倾注了所有的虚心，可我终究还是太自负，才让你遭受了这些艰难。停言！燕儿，杀了他们！没用的东西！你们乖乖把内丹交出来，我会考虑留你们父女一个全尸。燕儿，动手啊！求求你，放过我们吧！燕儿，怎么还不动手？你不杀了他们，他们便会杀了你。不，停燕，动手啊！动手啊！快杀了他！快，动手啊！是我教他如此杀人的。燕儿，你终于出手了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。10千里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不要！念九，寻找10千里的人安排下去没？弟兄们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可以随时出发搜寻10千里。即刻出发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师祖，我们搜捕的时候，也可以顺势攻下魔域的西南部。西南3城，并无归降之意，不必做无谓的牺牲。师祖，您现在也开始关心他人生死了。师祖，我走之前还有一事相求。
红罗重生之日，我会传信于你。谢谢师祖。这是在哪儿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符？原主已经死了，不应该有灵符啊！不对，这应该是我的灵符。这花儿怎么长得跟司马娇的血凝花那么像？吊庭院！兄长，出来了。庭院，老牛又回来了。红罗，你怎么变成小孩子了？我已经长得很快了，其实我也就出生3、4天而已。要不是我从脱生开始就得到各种灵药的浇灌，我现在还是个小婴儿呢。你刚怎么跟司马娇一样叫我庭燕啊？有吗？嗯，应该是下意识的。这次我复生后，脑子里经常冒出些古怪的画面，里面有你，有我，竟还有司马娇和那个大黑蛇城主。啊！但我却完全不记得那是我经历过的事。不过我听说，是你叫司马娇为我祭魂脱生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仇人吗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和你的仇人司马娇相爱过，又重逢了。他说你爹在骗你，你爹又说司马娇在骗你。然后双方冲突之下，司马娇把你姑姑给杀了。但是我意外进入灵府，又感觉事情不对劲。你竟然进灵府了？据说灵府里会有过往的记忆碎片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杀我兄长的人不是司马娇，是我自己。什么？你的灵府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忆啊？难不成真的像司马娇说的那样，你就是廖庭燕，你只是丢失了这段记忆？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东西。如果我在灵府看到的是真的，那说明我姑姑的记忆是假的。况且，如果司马娇心里有鬼，她也不会执意带我去搜姑姑的魂。所以，你怀疑你爹一直在骗你？
司马萧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的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流了这么多血，看来司马娇的确伤得不轻。袁公主，这里有血迹。我们沿着血迹找。他们竟也来了。哎，血迹到这里就突然消失不见了，真是蹊跷。看来我们是无法再追踪司马娇的下落了。他定是有某种秘术藏了起来，我们还是要加紧搜寻才对。司马娇此次在赤焰城和百凤山残杀了无数无辜的性命，若不趁他伤重将其封印，等他功法恢复，定然会大开杀戒。话虽是如此，可再在此地逗留也是无用啊。我看我们还是回去跟其他的公主商量对策吧。走吧。
调动庭砚的极寒之体希望渺茫，我不能取他内丹伤他。若想破开仙魔屏障，如今只剩一条路，便是杀了司马娇。灵火一灭，屏障即破。以前他过于强大，我无法下手。现在他身负重伤，孤立无援。若我与人联手，未必毫无胜算。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娇真的喜欢我。金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。诗仙侣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封神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石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吗？你费那么大力气救我，我便活着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找诗氏一族的人。师祖，念九为师祖惹下了这样的麻烦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别说废话了，走。师祖，有法阵。别藏了，出来！啊！师祖，得罪。就算我受伤未愈，你们这些手段也太弱了。
师祖是不是之前受了重创，还没有痊愈？回去禀告你们的掌门，司马娇并未和你们交手，他在逃出法阵后，你们便跟丢了他。可师祖为何要放走他们？那些傀儡人可替我在尸氏地盘感应司马氏血脉，寻找那灵火的下落。他们更是我选中的火把，待时机成熟，他们可便为我点燃我埋下的暗火，完成我计划的最后一步。此事务必对叶若灵保密。好的。这追踪术怎么会被解开的？弟子无能，眼睁睁看着司马娇解开了法阵与追踪术，然后消失了。他没有发现你们？弟子们隐匿行踪，并未与其交手。是。这样也能让他逃脱？旭儿，之前让你去查找日晷塔是否有可疑之处，可有查到些什么？目前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你去查一查，看看内府中是否有内应。是。直播看多了也没意思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最近术法学的太多，记差了？我去看看书，查查资料。你要查什么？我可以教你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刚刚画的是什么术法？这个叫颜文字，我的专属密码，可爱吧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得意什么？我可没有在等你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我有课呢我就上课，没课我就出去买点心、买衣服、置办家具，我滋润的。你快坐。怎么样？我只是一点小伤。你的伤都还没有恢复，你怎么突破封印的？当时在小结界中，你明明告诉我需要8大宫中有人助你，才同意让我去说服如灵的，不是吗？叶如灵只是个幌子，真正助我之人是袁彻。
万一他背叛了你，或者帮不上忙怎么办？岂不是更危险了？就你之事，没有万一。明知道是龙潭虎穴，明明打不过他们，还要为我犯险。谁说我打不过？打得过，打得过。没想到你已经学会跟人合作了。他能助我，已经是他三生有幸，缘何合作呀？那你以后要学着多找人帮你。可是既然已经有了元彻作为接应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说服入灵，还要特地放那么明显的飞跃？为了不引起石千旅的怀疑，我需要找一个情理之中的人，混淆视听。原来入灵是元彻的挡箭牌啊！他可是我的朋友。我忘了，我跟他已经不是朋友了。丢了个本不诚心的朋友，有何烦心？你又没交朋友，自然不会懂这种心情。你迁怒于我，抱歉，我最近不知道怎么着，心情老是很烦闷，想到入灵这事儿就更烦了。我烦到胸口发闷，就跟堵了一团气似的。你最近时常感到烦闷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有源头的很烦。先解决你这一身伤，再解决你的烦恼吧。入灵，收手吧。入灵，你若执意如此，以后我们还如何做朋友？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你没有瞧不起我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我们那么多日的情谊，就这么断绝了吗？对。你的眼睛亮闪闪的，好漂亮。我本来就是一条蛇，是你给了我化成人形的机会。我的命本来就是你给的，如果你今日要拿走，那我给你。师傅，这个就当做是我给你的谢师礼。若是我以死呼唤你的话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出现在你身边。快点！谁让你趴着？起来！快点！快点！如今司马一族只剩司马娇一人，待他有朝一日身故，我们便可重回故土。庭琰、念九，对不起，终究是我负了你们。我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我还要带我的族人回到故土。对不起，让你们失望了。
这不是个储物法宝吗？怎么成防御灵器了？你亲手炼制的啊？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到底有多少层防御禁制啊？数完了吗？不数了，这么多肯定用不上。总会有像上次那般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炼制防御法器最为妥当，能在危险面前保你无虞。最近肯定不会啦。你很快就能用上。为什么？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啊？你让我睡不着。司马娇，我也没做亏心事儿啊，怎么心里这么慌啊？娇娇，这里有问题。娇娇，哎呦，我心里真的很慌。以前打雷我心里也不这样的。你很快就要突破炼虚期了，所以会有雷劫。啊！难怪我最近如此烦躁。原来你送我防御法器，是害怕我被雷劈死。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了。要不这段时间你还是别碰我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渡雷劫。你别摸我！你现在就去渡雷劫。我们到了。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石玉香吗？你想当我的小白脸？他也是化神期修者，就快突破了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雷鸣山谷从前是司马氏一族所有，可助渡劫。但如今，只有失势之人才能享此优待。那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保护罩啦。你自己进去吧。哦。方才你做得很好，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杀了他。不要吧，
我不要。司马娇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你为何要这般与我置气？我说了你也不理解。我的确不解，那施真旭对我们心存杀意，又那般羞辱你，我才要你亲自动手。我知道你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会被人杀的环境中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也想坚持不到绝境不杀人，这不行吗？庭砚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从来没有阻止或者强迫过你做任何事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可对于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会，否则便是被人杀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。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将我？师祖，施真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施家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
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，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万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1000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你能如愿了。不好，太尉者出事了。掌门，叶公主传信，已有廖廷彦下落。速人接入林，将廖廷彦绑去太玄峰，否则他因职公族人都要死。是。我感知到了太尉山的灵火有异样，恐怕这司马娇已经找到了那里。我先行去查看，你速速通知各国公主前往太玄峰布阵。一旦这司马娇现身于太尉山，我便会利用廖廷彦将他引去太玄峰。到时候，我们各国公主合力将他擒获。是。莫非司马娇这一遭会发生什么意外？呸！哪有自己助自己道侣的？他那么厉害，能杀他的人恐怕还没出生，哪怕受点小伤，也不会有大事的。要是刘光静还在就好了，也能让娇娇给我报个平安。朱灵，念九。朱灵，朱灵，念九，皮耶，皮耶，抓住他！叶公主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仙界，只有我认得你的极寒痕迹。近日你修为大涨，那痕迹也越来越清晰。那我还得谢谢你，现在才来抓我。掌门有令，若捉不到司马娇，务必要将这个廖廷彦带回去。成功啦！
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，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师祖，我想庭燕应该也不想看到您这样伤心难过的样子。你刚刚画的是什么书法？这个叫颜文字，我的专属名。可爱吧？庭燕，他没有死。师祖，如何？为何感受不到他的踪迹？难道是被什么掩盖了起来？但总归他还活着。说好了啊，这顿得你请。自然自然，15块魔石呢，没有你的帮腔，我也挣不了那么多。是啊，要是我们那抠门的老板娘知道我们俩假装不认识，还联手抬价的话，那我估计她得气死。红罗，你往日从不杀人，今日那二公子怎么回事？他杀了我在胭脂台的姐妹，我本来就只是想多吸他一点阳气，让他难受一点就算了的，谁知道他竟还有力气对我动手，我一气之下就……这样已经算是便宜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怕，都解决了。这地方尽是些阿杂事，鹤仙城也就名字好听，根本不适合久居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带你，还有我爹，我们去古雨坞，自在逍遥一辈子。古雨坞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地方，我还未曾听过有人去过呢。依我看，都是一些骗小孩子的把戏罢了。你有所不知，我在黑市上听到过准确的消息，古雨坞确有其事，只是他疏通的门路代价极为高昂，需要2000魔石呢。是，所以你才这么辛苦的赚钱。但你不是说你其实不是石燕吗？你是从什么其他的世界过来的？虽然我也不能完全听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的爹总归不是你的亲爹嘛。但他毕竟养了我那么久，况且他的确救过我。你身上似乎有仙府之人的气息，不如把内丹交出来，给哥几个下酒。爹，燕儿，你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不，我要跟爹一起。你走啊！